今天这期压轴大戏，我们扔出3个重磅炸弹：马斯克怎么用机器人给自己造芯片？那个违背永不上市誓言、估值1.75万亿美元的 SpaceX 史诗级 IPO 背后藏着什么惊天算计？以及最扎心的，当马斯克预言的 K 型经济真的到来，普通人该往哪逃？科技圈流传着一个持续10年的地狱级冷笑话：埃隆·马斯克可能根本不是地球人。网友的证据链看似荒诞，却自成逻辑。他嫌地球空气不好，于是做了特斯拉电动车；他嫌人类的沟通效率太低，于是做了 Neuralink 高脑机接口。而 SpaceX 的星链计划看起来也不只是为了人类未来，更像是在准备一张返程机票。以前我们都把这些当段子一笑而过，但到了2026年，当他把手里的特斯拉、SpaceX、XAI Neuralink 一一拼凑起来，这个玩笑好像正在一点点变成真实版图。前2期我们已经拆解了它的物理基建和数字霸权，而现在最后一块拼图正在浮出水面。它要做的不只是构建一个 AI 系统，而是把地表最强的智能大脑直接装进最强悍的物理躯壳里。商业上这通常被称为全站集成，而在特斯拉内部，它有一个更激进的名字：宏图计划 4.0。第一个炸弹 Tesla Optimus 擎天柱人形机器人。Optimus 并不是一步一步造出来的机器人，更像是被直接拼起来的产物，一个来自马斯克体系内部的组合体。它的眼睛用的是特斯拉那套跑了数十亿公里的自动驾驶视觉系统，它的骨架呢是来自 SpaceX 在极端环境下验证过的材料方案，它的脑子则直接连着 XAI 那套用超大算力训练出来的模型，放在一起看，它是把现成的能力装进同一个身体里。据 Teslarity 在2026年的追踪报道，德州超级工厂已经开始推进 Optimus 3的量产规划，目标直指年产1000万台。当然，这个数字目前仍停留在规划阶段，咱们先不说它能不能做得到，咱们先说说如果做到了会发生什么。1000万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几乎不需要休息、不领工资、不请假，也不会情绪波动的劳动力群体，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批量制造出来。华尔街有分析报告甚至直接把它称为10万亿美元机器人机会，并认为特斯拉的估值逻辑已经从卖车公司逐渐转向了卖劳动力的公司。但是问题来了，要驱动1000万台机器人的大模型，算力从哪儿来呢？永远买英伟达的芯片，马斯克就永远是高级打工仔。于是一个极其极端的闭环开始成型。据 CGTN 披露，马斯克正在推进一座名为 Terafab 的 AI 芯片工厂，投资规模约250亿美元。这套系统的逻辑很直接，用 Optimus 机器人生产定制芯片，再把这些芯片送入 Colossus 超算中心训练 XAI 模型，而训练出来的新一代模型又反过来指导 Optimus 变得更强。机器人生产芯片，芯片训练 AI，AI 在优化机器人。在这个循环里面，人类开始慢慢被挤出生产链中心。马斯克做机器人建超算，本质上都只是中间步骤，在他整个体系里，这些更像是通往下一站的基础设施，而它的终点其实一直都非常明确：火星。天文学上有一个关键规律，2026到2027年是火星发射的窗口期，地火距离最短，一旦错过呢，就要再等2年。而要把星舰任务和相关升空计划推进到发射级别，成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累积。无论是维持超算中心运转，推进脑机接口研发，还是把成千上万吨设备送入太空，本质上都是极其昂贵的长期投入。即便有特斯拉和星链的现金流支撑，也很难独自覆盖这种规模的消耗。因此2026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开始出现新的预期变化。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那个曾经明确表示除非星舰具备稳定的火星运输能力，否则 SpaceX 不会上市的马斯克，如今的节奏正在发生变化。SpaceX 正式递交 IPO 申请，而且不是单独上市，是计划与 XAI 打包进入资本市场。华尔街给出的目标估值达到了1.75万亿美元，这可能会成为人类商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本化事件之一。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改变节奏呢？原因其实很现实。第一，一级市场的资金池已经接近极限了。
无论是几亿还是几十亿美元级别的融资，在兴建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面前都显得不够用。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大的资金来源二级市场，也就是通过 IPO 把融资范围从少数的机构投资人扩展到全球资本市场。说白了，就是这个局已经大到这个小圈子已经养不动了。那么第二呢，这是 AI 进入关键阶段前的一次重新定价。马斯克正在尝试把数字大脑，也就是 XAI 与物理载体 SpaceX 整合成一个整体，把算力能力与星际基础设施绑定在同一套估值逻辑之下。从资本视角来看，这不再只是两家公司，而更像是一套通往未来的系统架构。当 1.75 万亿美元的标价被放到桌面上的时候，本质问题也随之变得非常直接。这套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市场是否愿意买单呢？这场史上最大的 IPO 表面是科技热潮，本质更像是一轮围绕未来技术的重新定价。从 X 到 XAI 再到 SpaceX， 这一整套体系正在被打包进同一个资本故事里。换句话说，逃离地球这种想象也开始变成可以在市场里交易的资产。在结尾呢，我们回到马斯克曾提到的一个判断， AI 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结构，财富与阶层流动的速度可能正在变慢，未来几年结构可能会固化。这也引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不再只是钱多钱少，而是整个系统层级上的差异。随着2026年 AI 大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以及 Optimus 逐步进入量产阶段，我们正在被更明显地推向一种 K 型经济结构。所谓 K 型，上半段是持续向上的人群，他们掌握算法能力，拥有更高的认知结构，并且能够借助 AI 放大自己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边际成本被不断压低，财富增长也会更加集中。而下半段则是依赖重复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群。当自动化机器人进入工厂，当 AI 开始处理大量基础性工作的时候，这部分岗位的需求会被持续压缩，差距不再只是收入上的分化，而是生产力结构本身开始分层。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在这场变化里面保住自己的位置呢？一个更现实的思路就是杠铃思维，一边往前走，一边给自己留条退路。一头呢是尽量去理解变化本身，比如 AI 到底在改变什么，工厂怎么变，工作怎么变，机器怎么开始替代人类做事儿。不需要成为专家，但至少要知道大方向在往哪儿走。那另一头呢是不要把自己全部压在变化太快，规则一直在变的地方，比如说那种今天还能赚钱，但明天可能就被 AI 或者是机器替代的工作或者模式。说白了就是一边跟上时代，一边别把自己放在最容易被替代的位置。至此，我们用3期视频把马斯克这套商业版图完整摊开，大家会发现他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了。当星链能影响局部冲突的通信方式，当 AI 开始决定信息怎么被理解，当成百万级的机器人系统逐步走向现实，问题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问一个让人有点不安的问题：当一个科技公司掌控的能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很多国家的时候，谁还能真正管得住它？而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在这个被少数技术力量快速重塑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才是马斯克经济学留给这个时代最难的一道题。我是丹姐，复杂的科技就简单说到这儿了，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